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谭健次北影节清醒发言：流量只是工具，作品才是根本。与其说最清醒，不如说这番发言之所以出圈，是因为它恰好击中了当下行业最核心的矛盾点：流量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平衡？而谭健次给出的答案其实并不激进，却足够务实。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现场，他以宣传推广大使的身份亮相，一句流量只是工具，作品才是根本，迅速在社交平台扩散。这种表达之所以被广泛认同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没有落入反流量或唯流量的极端叙事，而是试图建立一种更健康的逻辑：流量可以作为入口，但不应成为终点。当天他以灰色条纹西装登场，整体造型克制而稳重，没有刻意强调流量明星的张扬感，反而更贴近传统意义上的演员气质。这种外在呈现其实与他发言中的态度形成了某种呼应，不过度依赖话题，而是回归作品本身。在谈到流量与影视作品的关系时，他进一步补充，观众可以因为喜欢某位演员走进影院，但不能忽略影片本身。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实际上划清了一条边界。演员的吸引力可以带来关注，但最终决定作品生命力的依然是内容质量。这种观点在当下环境中并不容易，因为它意味着对短期热度的某种克制。回看他的过往经历，这种态度并非临时表达。从《因猎罪图鉴》走红，到为电影《震耳欲聋》提前数月练习手语，他的路径更接近以作品累积信任的模式，而非单纯依赖曝光频率。尤其是后者，这类为角色投入具体技能训练的行为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对表演完成度的重视。当然，也需要理性看待清醒发言的意义。任何观点一旦脱离后续行动支撑，都很容易沦为口号。行业里并不缺少重作品的表达，真正稀缺的是持续输出稳定作品的能力。因此，与其过早给出顶流实力派的结论，不如把关注点放在他接下来能否保持这种选择路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在红毯上的一些细节表现同样强化了这种公众形象。手持小风车与观众互动，被来回借用也不显疏离，既有亲和力，又不过度表演。这种不过火的状态，反而更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。整体来看，谭健次这次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的发言之所以引发共鸣，并不只是因为观点本身，而在于他提供了一种相对平衡的思考路径，既承认流量的现实价值，又不放弃对作品的基本要求。至于未来是否可期，关键仍然在作品层面。如果他能持续拿出具有完成度与讨论度的作品，那么这套逻辑就会被不断验证。反之，再清醒的表达也难以抵消市场的快速遗忘。这样有颜值、有实力、有格局的谭健次，难怪能成为顶流实力派。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，未来可期。你被谭健次的清醒发言圈粉了吗？评论区聊聊。